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家人们注意，刚炒完菜的热锅，千万不能马上用冷水冲洗。骤冷骤热不仅伤锅，还会释放有害金属物质。长期这样操作，健康隐患可不小。今天就带大家揭秘背后科学原理，再分享正确的养锅护锅妙招。早知道早避免。家人们，厨房清洁的误区雷区你中招了吗？如今厨房锅具种类繁多，铁锅的醇厚，不粘锅的顺滑各有拥趸。可许多人不知道，清洗方式不对，反而会让锅具暗藏健康风险。每次烹饪结束，看着锅壁残留的酱汁菜屑，不少人习惯立即接满冷水冲洗，特别是连续炒菜时，为了避免串味，防止食物残渣反复加热产生有害物质，大家总想着快速洗净开炒下一道，但这种看似干净卫生的做法，实则会对锅具造成致命损伤，更会悄悄危害健康。以铁锅为例，高温状态下骤然遇冷，锅体急速收缩，极易导致锅身变形、开裂，缩短使用寿命。而不粘锅内的涂层在温差刺激下会加速老化剥落，这些脱落的细小颗粒一旦混入菜肴，长期摄入可能对人体造成不良影响。同时，骤冷骤热还会使锅体金属结构发生变化，析出有害物质，让原本健康的烹饪工具变成潜在的健康杀手。很多人在厨房忙碌时都有个习惯动作，炒完菜立刻把热锅放到水龙头下冲洗，但你知道吗？这个看似便捷的清洁方式，实则暗藏健康隐患。想要守护家人健康，先从了解这背后的科学原理开始。刚出锅的炒锅，温度往往高达200°C甚至更高，即便将菜肴盛出，锅内残留的油脂、食物残渣仍处于高温状态。当冰冷的自来水接触热锅，瞬间的温差会引发剧烈的物理反应。一方面，高温水汽急速蒸发，形成大量烟雾，其中不仅包含未完全燃烧的油脂颗粒，还可能裹挟着因骤冷而析出的金属氧化物。这些悬浮颗粒一旦被吸入呼吸道，长期积累会对肺部造成损伤。另一方面，高温油脂遇冷会瞬间迸溅，轻则烫伤皮肤，重则引发意外事故。尤其对经常下厨的家庭主妇、主夫来说，安全风险不容小觑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频繁的冷热交替会加速锅具老化。以铁锅为例，骤冷导致的金属收缩，易使锅体产生细微裂纹，这些肉眼难察的裂缝会成为细菌和污垢的藏身之处。不粘锅的涂层在温差刺激下会加速剥落，而脱落的涂层颗粒一旦混入食物，长期食用可能影响人体健康。经年累月下来，不仅缩短锅具使用寿命，还让健康隐患如影随形。那该如何正确清洁热锅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等待与巧思。炒完菜后，先别急着冲洗，用铲子将大块食物残渣刮出，让锅具自然冷却至常温。若急于处理，可借助厨房纸巾或干净抹布，趁锅体还有余温时擦拭，此时油脂尚未凝固，轻轻一擦就能去除大部分污渍。若想深度清洁，建议使用40°C左右的温水，搭配温和洗涤剂，既能溶解顽固油渍，又不会损伤锅具。对于铁锅，洗净后擦干并涂抹薄油防锈，
不粘锅则避免使用钢丝球，以防刮伤涂层。这些日常小细节看似微不足道，却与我们的健康和生活品质息息相关。学会科学养护锅具，不仅能延长厨具使用寿命，更能为家人烹饪出安全放心的美食。从今天开始，告别错误的清洁习惯，让每一次烹饪都成为健康生活的起点。其实，在烹饪过程中，先热锅再放油，还是先放油再热锅，这个顺序看似简单，实则大有讲究。两种方式各有利弊，根据不同的烹饪需求和锅具类型，选择合适的操作，才能让菜肴色香味俱全。先热锅再放油，这种方式尤其适合铁锅。空锅加热至微微冒烟时，倒入食用油，油脂能更好地在锅壁形成均匀的油膜，有效减少食材粘锅现象。这就是俗称的热锅凉油。用这种方法炒肉类、鱼类，下锅后轻轻晃动锅具，食材就能轻松滑动，不易破皮，还能快速锁住肉汁，保持鲜嫩口感。同时，高温热锅能瞬间激发食用油的香气，让菜肴味道更浓郁。不过需要注意，热锅时间不宜过长，否则油温过高会产生有害物质，影响健康。而先放油再热锅，常用于不粘锅或需要低温烹饪的场景。不粘锅涂层不耐高温，先放油再缓慢加热，能避免涂层因局部过热受损，延长锅具使用寿命。制作鸡蛋饼、煎豆腐等易碎食材时，低温热油能让食材缓慢受热，均匀熟透，保持完整形态。炸制食物时，先放油热锅，便于控制油温，防止油温过高导致食物外焦里生。无论是哪种方式，关键都在于灵活运用，了解食材特性和锅具特点，合理选择热锅与放油的顺序，才能充分发挥烹饪技巧，让每一道菜都达到最佳风味。如果你也有私藏的生活小窍门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，一起解锁更多实用干货。别忘了点赞、收藏、关注小颖，后续还有更多厨房神器、居家妙招等你发现。下一期我们不见不散，一起探寻更多生活惊喜。